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原神频道，我是爱元神。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深恋锐意熊不无攻略，为你全方位解析玩法，让你在游戏中更加游刃有余。不容错过的攻略来啦！前面先示范错误打法，本人练度不够的配对打法。 那么显然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分数是无法提高的。前几日有小伙伴跟我说，需要6000分的攻略，而不是练度不够的配对。我痛定思痛，决定做一期全无关6000分的打法建议和配对攻略。如果有帮助，请记得分享、订阅、点赞支持一下，谢谢。 现在我们进入正题。第5关，明亮生机的旋律，见我目标。第一轮，击败6名处于原计划状态下的敌人。第二轮，产生20枚草原核，锐意增益每6秒在角色附近生成局部降雨，造成范围性水元素附着，持续5.5秒。角色在释放战技或元素爆发时，会在角色的位置释放荒草震波，造成草元素范围伤害 ，CD 为3秒。敌人信息难度1，阵容搭配上下2轮。 我拿白族试了好几个低配的阵容，没有一个行的，最后不得已再次掏出了香菱。第一轮，香菱负责输出。第二位选择是用白族。第三位选择一个能够高频率过雷的角色，首选的还是雷电将军。没有雷神的还可以选择九旗人、菲谢尔、丽莎这些角色。经过我的尝试，九旗人比较合适，亦能够跟随角色移动且是范围伤害。第4个位置可以补个草主或者其他草元素角色。第二轮可以直接无视 buff 要求上，前3位点秋香组合。 第4位可以随便带个其他角色补充伤害，也可以带个草元素角色碰一碰运气能不能进入争议状态。提一嘴，如果有逆路的话，第一轮阵容不变，把重复角色换成是用白族胆泥绽放。总结：第一轮香菱加白族加雷神九旗忍菲谢尔丽莎加草主，雷元素角色释放挂雷技能，草主 E Q， 白族 E Q， 然后平 A 进入 buff 状态后香菱开大，然后切白族战场。注意挂雷技能持续的时间即可，其他的哪里亮了点哪里。 香菱一波 buff 时间内可以开2人大招，练度如果足够，可以直接无视 buff 要求。第二轮，香菱加行秋加班尼特加其他角色，行秋 ETO， 班尼特 ETO， 香菱 ETO 重复操作即可，其他角色可以自由穿插技能，操作不能。第4关，复苏的潮水之歌，见我目标。第一轮，角色生命值提升或降低40次。第二轮，对敌人触发20次水元素相关反应。 锐意增益，场上角色受到治疗时，将在角色的位置释放激流震波，造成水元素范围伤害 ，CD 为2秒。敌人信息难度1，阵容搭配。看到今天的标题，我以为今天的试用角色给的是纳维莱特，心想那不是嘎嘎乱杀吗？结果给的是弗宁娜。第一轮，首先如果有纳维莱特的重复角色，直接无脑选择纳维莱特即可嘎嘎乱杀。但是像我这种没有纳维莱特的，只能老老实实选择试用角色弗宁娜了。第二位选择一个角色来打伤害。 没错，还是香菱。对付这种频繁刷新且扎堆的敌人，用香菱真的爽。但前提是练度够且最好4命，毕竟少4秒大招时间伤害真的差很多。第3位角色选择一个高频提供回血的角色来触发锐意增益的 buff。这里我选择的是女仆诺艾尔。诺艾尔开 E 之后，普攻可以回血，搭配弗林奈伊的扣血，可以很快的触发 buff。同时开大之后，伤害不俗，在香菱练度不够的情况下，可以补充输出。且由于难度1下充能压力小，女仆能够实现大招的无缝衔接。 第4位角色可以补个班尼特来增加队伍输出。第二轮，第2位有水元素 C， 直接上水元素 C。没有的话，可以考虑选择一个低配的永动队，选择能够提供高频率挂水的角色，比如行秋、叶兰。第3位选择一个可以吸怪的角色，这里我选择了一个砂糖。第4位选择一个冰属性 C， 没有的话可以用凯亚代替一下。这里插播一句，其实我有那位莱特，但是练度不够，所以没用。 但是推荐强高的玩家去用。总结：第一轮，弗宁娜加香菱加女仆加班尼特，弗宁娜 EQ， 班尼特 Q， 香菱 Q，E， 诺艾尔 EQ， 然后直接无脑平 A 即可。第一轮比第二轮分数好的这里，如果想拿6000分，第一轮至少要打到4000加，不然第二轮压力很大。
第二轮，弗宁娜加行丘加砂糖加凯亚，弗宁娜 E， 砂糖 KO E， 行丘 KO E， 凯亚 KO E。因为行丘和凯亚都是脱手技能可以切杀。第三关，凛冽严寒的掠影，剑舞目标，第一轮累计冻结敌人15秒。这里的冻结时间是每个怪物分开算的。第二轮，对处于冰元素影响下的敌人造成25次暴击。锐意增益，每2秒对处于冰元素影响下的敌人降下1次冰袭，造成冰元素伤害。敌人信息，难度1，配对有一说一。今天给的试用角色莱欧斯利不算特别好用，如果有练干预打大招伤害或灵滑的话，可以用这2个。第一轮的话，因为敌人全都又有水元素附着且水免，所以我们需要带一个能够高频率过冰的角色，凯亚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我重复打了好几次，感觉莱欧斯利在没有大招的情况下，对群输出能力还是有点弱的，尤其是试用角色练度还很一般，所以我又加了一个香菱打蒸发伤害。当然要注意，香菱的输出只能在触发了锐意增益之后的30秒内进行。此外，如果有条件，还可以带个班尼特增加香菱的伤害。第二轮的话，需要频繁的打出暴击伤害。这里我最先想到的角色就是罗莎莉亚了，既能够抽松冰 buff 大招，又能够给队友增加暴击率。如果没有罗莎莉亚的话，可以考虑其他能够大范围给敌人上冰元素附着的冰属性角色。第3位角色，因为香菱这个适合打龙化的角色已经在第一轮选过了，这一轮我们可以考虑打涌动角色，可以选择行丘这种高频率挂水的角色。总结：第一轮，莱欧斯利加凯亚加香菱加班尼特。凯亚先释放大招，能够快速冻结多个目标，进入争议时间后切出香菱释放大招，莱欧斯利可以战场输出。第二轮，莱欧斯利加罗莎莉亚加行丘。罗莎莉亚先释放大招，切行丘释放大招，因为关卡充人比较快，一可放可不放，切莱欧斯利战场输出。第二关，穿破黄与轰雷，剑舞目标。第一轮对敌人触发15次超载反应，第二轮对敌人触发20次火元素或雷元素相关反应。锐意增益 buff 持续30秒，角色的火元素雷元素伤害提高 50%， 角色触发火元素雷元素相关反应时，会生成一个持续时间5秒的风之眼，会持续牵引附近的敌人。风之眼的 CD 为6秒。敌人信息难度1，今天的关卡难度相比较昨天来说是有所提升的，尤其是第一轮那几个建造特化型机关是真的拖时间，再加上试用角色给的是夏沃蕾输出能力和昨天的那维亚实在有限，对于萌新来说打满6000分难度是比较大的。这里重复角色给大家推荐香菱，香菱的脱手大招能够搭配其他角色频繁的触发火元素相关反应，第一轮需要频繁触发超载反应，所以第二位角色要选择一个能够提供高频挂雷的角色，有条件的最好选择雷电将军，无缝衔接挂雷的同时能够补充伤害，没有雷电将军的可以用菲谢尔代替，这雷神都复刻了还不趁机抽一个。第二轮需要频繁触发火元素或雷元素相关反应，第二位角色如果后台挂雷的角色不够的话，可以考虑选择丽莎，让丽莎战场。第3位和第4位角色是自己的情况而定，有班尼特的可以带上班尼特增加香菱的输出，此外香菱如果没有到4命，还可以带烟飞这种火元素角色补充香菱大招的真空期。当然要想拿6000分，对于香菱的练度要求还是挺大的，我的练度一般最后也就打到5000分出头，练度是一方。总结：第一轮香菱加雷电将军、菲谢尔加烟飞或其他火元素角色，雷电将军、菲谢尔先释放 E， 切香菱输出，香菱大招放完切烟飞战场。第二轮香菱加丽莎加夏沃蕾，丽莎需要战场，夏沃蕾的技能尽量在香菱开大之前放。第一关敲响森严的鼓点，剑舞目标。第一轮对敌人触发15次结晶反应，第二轮处于护盾庇护下时击败6名敌人。锐意增益 buff 持续30秒，角色触发结晶反应时会释放森严震波造成原元素范围伤害，同时会与原元素造物进行共振，释放碎石震波造成原元素范围伤害。效果 CD 为2秒，每次触发最多产生2次碎石震波。敌人信息难度1，阵容搭配首先选择试用角色纳维亚。第一轮需要大量触发结晶反应，所以第二个角色建议选择凝光，纳维亚和凝光相互速切。第二轮对护盾有要求，且要搭配纳维亚使用，所以第二个角色最好的选择是钟离，没有钟离的也可以使诺埃尔代替。如果诺埃尔的练度够高，甚至可以直接无限大招散通。关于第3位和第4位角色，可以根据自己有的角色自由选择，就算没有练，也可以带上臭元素共鸣。此外，第二轮敌人没有自带元素附着，建议大家搭配上一个可以后台协调攻击的角色，以便触发结晶反应，提供纳维亚的伤害。这里我选择的是行丘。总结：第一轮纳维亚加凝光加其他角色，第二轮纳维亚加钟离诺埃尔加后台协调攻击角色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深炼锐意全部的全部内容了。总的来说，直奔的原石去的话还是很简单的，
但是要打满6000分还是很考验角色练度的。如果攻略内容有用，还望点个赞、订阅加关注支持一下，打开小铃铛，看攻略不迷路。我是爱元神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